楚风御空而起，小鱼儿紧随其后。见此情形，下方众天才同时抬头观望。他们其实没那么担心楚风和小鱼儿，都知道这两位应该有分寸。他们观望是想从中吸取到一些经验，可很快他们发现似乎没办法吸取经验。楚风、小鱼儿一路向上方飞掠，虽然速度不是很快，但也并不慢。最关键的是极其顺畅，没有丝毫阻碍。所以不过眨眼的功夫，楚风和小鱼儿已经到达了虚空深处，那金色光华所在的范围。当他们接触到那金色光华之际，顿时有一道金色大门浮现于金色光华最深处，同时一股更为恐怖的压力落下。感受到那股压力，所有小辈都是心中一紧，那压力简直是毁灭性的。不过那压力只落在了楚风与小鱼儿的身上，这压力楚风倒是能抗住，但却也必须承认这压力很强。出于担心，楚风下意识地看向小鱼儿，结果发现小鱼儿也在看向自己，一双美眸之中同样满是担心之色。楚风关心小鱼儿，小鱼儿恰好也在关心自己，看到对方皆是安然无恙，也明白对方心意的二人同时笑了。大哥哥果然厉害，和我哥一起，他也很难这样陪着我。小鱼儿道。楚风明白他的意思，他修炼的路上必然有仙海少羽陪伴，但可能一些修炼连仙海少羽都追赶不上他。小鱼儿这句话虽是调侃他哥，可却也无意间透露了他那可怕的天赋。毕竟小鱼儿之前仙海少羽可一直被誉为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天才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自下方传来：哎，我说妹子，你说我坏话怎么还光明正大的说呢？是不是忘记暗中传音了？是仙海少羽喊的。胡说八道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可没说你坏话。小鱼儿说道。别说了，重色轻歌，大家看得清楚。是不是？仙海少羽说话间还特意看向了龙成宇等人一眼，但是他的这句话没人敢接，可有一个人除外。有点道理，但少羽兄弟，你别难过，因为这不是你不行，而是我楚风兄弟太优秀。王强咧着大嘴笑嘻嘻地说道。但仙海少羽没有再继续调侃自己的妹妹，因为楚风和小鱼儿已经在金色光华中继续前行，并且那金色气焰中的强大虚影竟纷纷退到两侧，为楚风与小鱼儿让出了一条路。同时那金色气焰深处的大门也是随之开启，楚风与小鱼儿直接踏入其中。进去了，好像没想象中那么难。秦玄叹道。你确定不难？只是对他们来说不难吧？风铃鄙夷地看着秦玄。秦玄有些尴尬，因为他恰恰也觉得风铃说的很有道理。楚风与小鱼儿穿过大门之后，便进入了一片特别的世界。这里的空间无限大，但是所见范围极其有限。这里到处都是萤火虫大小的光点，密密麻麻，不仅充斥这方世界，也阻挡住了视线。当楚风与小鱼儿进入这里后，其中的一部分光点便如同发现猎物一般，开始疯狂进攻楚风与小鱼儿。在他们身体来回穿梭，虽不会在身上留下伤口，也不会破坏衣物，但却会实打实的带来刺痛的感觉以及精神上的折磨。不过楚风很快便适应，但他毕竟皮糙肉厚，适应这种事情本来就快，所以他有些担心小鱼儿。看过去才发现，小鱼儿的脸色虽不如之前从容，但并未受到太大影响。大哥哥，你看。忽然小鱼儿指向远处，在他所指的位置有着一座浮空建筑，那是一个白色的塔，塔上挂着牌匾，且有一个唯美的名字云鹤塔。不过那塔外有着一众无形的结界，不仅让楚风无法看透塔内情况，甚至靠近了也进不去。那里还有，小鱼儿又指出了一个方向，那里也有一座塔。哇，那边还有一座宫殿。很快小鱼儿又指向一个方向，虽然因为那些成群结队之光点力量的存在，肉眼所见范围有限，可在他们所见范围内，粗略估计便有7、8个建筑。这些建筑大小不一，有的是塔，有的是阁楼，有的是殿宇，并且都有着不同的名字，也都有着不同的结界。看来是其他人创造者留下的。楚风说道。那我们也要搭建属于我们的了。大哥哥，这些光点就是我们打造宫殿的材料吧？小鱼儿问。应该便是了。楚风点了点头。他们在开启太古创造地之前，从那些符文之中领悟到了运用自己血脉之力搭建建筑的方法。虽然主要需要血脉，但也需要混合材料，显然这些力量便是材料。经过楚风观察，发现这里的光点成群结队，以不同的颜色分割成了不同的群体。比如眼下攻击楚风与小鱼儿的乃是白色力量，但远处还有其他颜色的力量，他们有着各自的领地，互不冒犯。不同颜色的力量所具备的强度也是不同，材料也分3、6、9等，那种黑色以及金色应该是最好的。楚风对小鱼儿说道。根据楚风观察，金色与黑色的力量是同一级别，也是高级别。大哥哥想选哪个？小鱼儿问。金色看着更耀眼，但我对黑色更有兴趣。楚风说道。我和大哥哥选一种。小鱼儿说道。好，跟着我。楚风率先动身，无论是黑色力量还是金色力量，距离他们都有一段距离，且在不同方向。而在他们行进的途中，还有着多种其他层次的力量拦在路上。这些力量有着自己的攻击范围，比如走出白色力量范围，白色力量便不会攻击，但踏入其他力量范围便会遭到其他力量攻击。但每次遭到攻击，楚风和小鱼儿并没有快速脱离，反而故意停留在其中，适应更强的力量。无论是黑色还是金色，都是最强的力量，直接挑战很冒险。循序渐进，先适应其他力量还是较好的选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鱼儿完全能跟得上自己的节奏，并且楚风注意到小鱼儿的呼吸方式很特别，相比于楚风的皮糙肉厚，单纯的对疼痛忍受程度强，小鱼儿他有着自己调节的方法。当然这里的攻击可不仅仅是灵魂伤害，精神攻击同样凶猛，所以小鱼儿能够承受，必然也是有着惊人的毅力的。终于楚风与小鱼儿来到了黑色力量所在的区域，楚风直接踏入其中，小鱼儿紧随其后。刚踏入其中，黑色力量便疯狂的攻击二人。小鱼儿能扛得住吗？
楚风看向小鱼儿，伴随黑色力量在自己体内来回穿梭，他能感觉得到这是多么恐怖的力量。哪怕已经见识到小鱼儿有着自己独特的应对方式，可还是难免担心。大哥哥，我没事。小鱼儿冲着楚风露出灿烂笑容，但楚风看得出来，小鱼儿的这抹笑容是挤出来的。不过也正常，那黑色力量就连楚风自己都有些难以承受，几乎快要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。试试看，若是不行，便退而求其次。小鱼儿乖巧的点了点头。楚风强忍着灵魂被撕裂的痛楚，盘膝坐下，开始运用之前领悟到的方法，以血脉之力操控这些黑色力量。这个方法很难，说起来其实很简单。黑色力量在楚风体内穿梭，但凡进入体内之际，楚风便可以利用血脉之力，运用之前领悟的技巧，将那黑色力量捕获。只要捕获成功，便可以为自己所用。这力量与血脉之力相融，便是搭建房子的材料，就可以开始搭建了。可疼痛只是一方面，每当那力量进入体内，对精神也会带有极强的冲击，定力不足者直接会走火入魔，甚至爆体而亡，就别说做其他的事情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想要保持精神集中非常的难。不过楚风仍是很快适应，并且很快捕捉成功。伴随着捕捉的越来越多，楚风也开始进行搭建。大哥哥，可突然小鱼儿的声音响起，顺声观望，楚风发现小鱼儿已经退出了黑色力量所在范围。见楚风看过来，小鱼儿便立刻道：大哥哥，这里的力量太过狂暴了，我很难集中精神力将他们捕捉，我换其他力量试试。好。楚风也没有嘱咐太多，他知道小鱼儿是一个有分寸的丫头，就比如他与楚风进入这黑色力量所在范围，其实并没有太久。他既然能够抗得住黑色力量的冲击，大可以花费更多时间去尝试捕捉，但是他没有，说明他自己有判断，并不会做无用的尝试和努力。可楚风并没有立刻继续，而是目送小鱼儿离去。其实就算知道小鱼儿做事有分寸，可该担心还是会担心。最终小鱼儿进入了金色力量所在的范围，见进入金色力量范围内，且确定小鱼儿并没有太大影响，楚风这才继续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楚风越发得心应手，捕捉速度越来越快，搭建房子的时间自然也越来越快，并且与此同时，楚风也有观察小鱼儿那边的情况。小鱼儿进入金色力量，很快适应，并且捕捉成功，也是开始搭建了，甚至搭建的速度比楚风还要快上一些，很快便超过了楚风。其实他们搭建的房子都是一样的，至于搭建成功后会如何，他们现在也都不清楚。楚风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是王强进来了。顺声观望，在王强的身旁还跟着仙海少羽。楚风，这些力量都是材料吗？仙海少羽问。对，楚风回道。懂了。仙海少羽与王强也开始适应力量，但是仙海少羽和王强却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。仙海少羽向金色力量的方向行去，追赶他妹妹的步伐，而王强则是向楚风所在的方向行来。只是从他们两个人的反应，楚风看得出来，他们的承受能力不如自己和小鱼儿，所以当王强靠近之后，楚风便提醒道：这个力量很狂暴，别踏入太深，放心吧，你能承受我也能，就算不能我也必须能。你知道因为啥不？王强问。为啥？楚风反问。因为我们是兄弟，我必须和兄弟在一起，我王强就算死也要和你在一起。王强说话间，一个箭步便钻了进来。哎呀，我擦！可刚进来，他便大嘴一咧，跳了出去。兄弟，刚才的话当我没说，我去别的地方溜达溜达。话罢，王强便向其他力量的区域走去。王强向仙海少羽所在的方向行去。此时的仙海少羽已经开始挑战那金色力量了，可仙海少羽在那金色力量之中，却是疼得面容扭曲，龇牙咧嘴，全然丧失了平日的风度。我说妹子啊，有没有秘诀？教哥。仙海少羽对小鱼儿问道。没有秘诀，自己承受。小鱼儿道。仙海少羽不甘心，你都开始搭建了，肯定有经验，分享点呗。我说少羽兄弟，你不地道，怎么开始学我了？此时王强走了过来。我不是学你，我真是疼的嘴巴都有点不利索了。仙海少羽道。有这么难？王强显然有些不服，直接踏入进来，可很快他便离开了。且看向仙海少羽，少羽兄，识物者为俊杰，我劝你还是向我学习，做人啊要有自知之明。此话说完，王强便向不远处暗紫色的力量行去。那力量虽不如纯粹的金色与黑色，但却是其次之的，也很强。其实仙海少羽本就纠结，是继续努力一下，还是退而求其次，毕竟谁不想要最好的呢？但眼见着王强都退而求其次了，他也不再纠结，而是从金色力量中退了出来。可猛然间他想起了什么，不由看向王强。不对啊，你教训我的时候怎么不结巴了？说话那么利索。王强没回应。见状，仙海少羽则是选择了深蓝色的力量。这个深蓝色的力量虽不如小鱼儿所在的金色，也不如楚风所在的黑色，但却与王强选择的暗紫色是同一级别，是这里第二强的力量。这个力量之中，仙海少羽倒是很快便适应了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宇文炎日、凌霄、风铃、界宝宝、仙喵喵等人也是先后抗住了压力，进入了太古创造地之内。就连龙木西也进去了，但还有4个人死活进不去。这4人便是龙城羽、秦玄以及神体天府的另外2位天才。神体天府那2位连金色气焰都进不去，而龙城羽和秦玄在金色气焰之中已经待了许久，但那金色气焰内的虚影却不肯让路，所以他们根本无法前行。居然连龙姑娘都进去了，我真的有点自我怀疑了。秦玄满面沮丧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姐的天赋不如你？龙城羽皱眉问道。不是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秦玄连连摇头，但看着龙城羽那同样满头大汗，已是难以支撑的模样时，他则释然的笑了。不过还好有你陪我。靠！龙城羽无奈的骂了一声，好歹当初也都是和凌霄、仙海少羽他们齐名的天才，
现在大家都进去了，就他和秦玄没进去，这滋味自然不好受。不过我们也许真的欠缺了一些什么。龙成宇叹道。虽说不想否定自己的姐姐，可只论天赋，龙成宇实际上是在龙木溪之上的。因此，龙成宇觉得，既然他姐姐都能进去，他与秦玄却进不去，他们两个欠缺的绝对不只是天赋。就在此时，光芒变化，那道大门打开了。见此一幕，秦玄与龙成宇面露狂喜，还以为是他们也有资格进入太古创造地了。可很快，一道身影从中走了出来，乃是龙木溪。原来不是他们有资格进入，而是龙木溪出来了，并且此时龙木溪的状态很不好，连御空飞行都显得有些勉强。见其姐姐如此，龙成宇担心坏了。只是奈何他现在根本帮不到忙，只能待到龙木溪走到他能够接触的范围后，龙成宇才赶忙将龙木溪搀扶住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但太古创造地确实不是任何人都能创造成功的。龙木溪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他是无法承受里面的力量，不得不离开。那楚风他们如何？秦玄问道。他们应该会成功吧？龙木溪并未深说，可却美眸转动，自己却不由回想起他在太古创造地内看到的一幕幕。在那里，不同的力量都有着不同的人在适应，是真正的将他们这些天才也清晰地划分成了3、6、9等。尽管早就知道自己的天赋有限，可真的见到了那些他无法踏足的地方，只是他人随意便可走过的道路，自己连最初的力量都无法承受。可楚风以及仙海鱼儿却在那最恐怖的力量之中尽显从容，他的心中难免会有落差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太古创造地之内，小鱼儿以及仙海少羽还有王强所搭建的房子已经基本成型，他们3人的速度相近。至于楚风，明明是最先开始的，可速度却比他们慢了很多。而风铃、凌霄、界宝宝、仙喵喵、宇文炎日等人都已经找到了适合他们的力量区域，也正在开始搭建属于他们的建筑。嗡！忽然光芒大盛，所有人都停止自己的搭建，将目光投向了小鱼儿所在的方向，因为那光芒正是小鱼儿所搭建的建筑所散发而出。小鱼儿率先完成了。原本他们搭建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，是一个较为简单的房屋结构，但眼下小鱼儿所搭建的建筑不仅散发光芒，且正在发生变化，变成了一个体积扩大10倍的楼阁。楼阁墙体为粉色，周身有粉色光芒，就像是粉色的波浪。这样的楼阁虽谈不上大气，但与小鱼儿却非常的大。最关键是那粉色的光芒宛如粉色的水流一般缠绕在楼阁四周，看上去尽显神圣。这也做出了对比，毕竟在太古创造地内，他们肉眼所见之处也能见到一些楼阁，但那些楼阁可没有小鱼儿这楼阁所环绕的光华。如果说那些楼阁给人的感觉是死气沉沉，那么小鱼儿这楼阁给人的感觉则是生机勃勃。就在此时，太古创造地内竟传来一道浑厚的声音，请为创造楼阁命名。这声音仿佛自极远之地传来，穿越空间，难以确定是阵法还是真实存在。仙海阁，小鱼儿直接回答，他应该是早就想好了名字。而他此话刚落，那有小鱼儿那楼阁空白的牌匾便出现了仙海阁3个字，一个时辰为限，若不能让创造楼阁认主，将创造失败，强行驱逐。那声音再度响起，且此话说完，小鱼儿的仙海阁便开始剧烈摇晃，就连阁楼周围缠绕的粉色气焰也剧烈涌动，仿佛随时会散去一般。见状，小鱼儿赶忙捏动法诀，看来是控制住他的创造楼阁。原来我们盖的房子叫创造楼阁，需要自己命名，并且还需要认主才能成功，所以那些漂浮在这里的创造楼阁都是认主失败的吧？此刻众人已经知道了，为何有那么多楼阁飘荡在这片空间内，这还是他们肉眼所见到的，在他们见不到的地方，应该还有更多楼阁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在他们这个时代，能够进入太古创造地虽然很难，但是在远古甚至更遥远的太古时期，进入太古创造地的人应该比较多，可最终能创造成功的终究也是极少数，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楼阁被遗弃在这太古创造地之内了。没过多久，仙海少羽的创造楼阁打造成功，体积比小鱼儿大了一些，但也是楼阁形态，不过墙体颜色为蓝色，周身萦绕的气焰，说是气焰，但给人的感觉更像海浪，一眼望去给人一种海中楼阁之感。请为创造楼阁命名。那道声音再度响起，仙海少羽则是直接回答，少羽阁。少羽阁3个大字便出现在那楼阁的牌匾之上。仙海少羽直接开始了小鱼儿的步骤，认主虽是自己打造，但却也需要认可自己才行。很快，王强的创造楼阁也是打造完成，那是一个暗紫色的楼阁，且周身缠绕着暗紫色的气焰，与仙海少羽和小鱼儿的感觉全然不同。小鱼儿的楼阁极具少女感，倒是适合小鱼儿。仙海少羽的恢宏大气也不失为美感。虽然这兄妹2人的创造楼阁风格也有不同，但却又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都给人一种朝气蓬勃之感。可王强的感觉是另外一种阴暗的感觉，不过大家倒是不在意这一点，反而除了替王强高兴，请为创造楼阁命名。那道声音响起，少羽兄直接用自己名字命名，我觉得很有个性，那我也干脆学你，我的创造楼阁就叫强阁。王强此话落下，他那创造楼阁的牌匾上面便出现了5个大字，强阁。靠，是强阁，不是强阁，你弄错了。王强赶忙纠正，但却没有丝毫反应。什么玩意啊！眼见大局已定，王强十分懊恼，但却也没有办法，必须立刻开始认主，如若不然他就要创造失败了。在大半个时辰过去之后，小鱼儿周身开始浮现出了粉色光华，那光华与他那仙海阁可谓一模一样。而与此同时，他的仙海阁开始缩小，最终化作珍珠大小后，以一道流光融入了小鱼儿的体内。紧接着，这片空间之内异象浮现，遮天蔽日，而异象正是以小鱼儿为中心，也是因小鱼儿而起。当异象消散之时，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小鱼儿的气息，他不再是6品半神，而是提升到了7品半神的地步。妹子，成功了！
仙海少羽率先问道，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笑容。对哦，哥，你可要加把劲，可别失败了，不然我往后余生我都会以此来羞辱你的。小鱼儿对仙海少羽露出调皮的笑容，放1万个心，你哥可不会被你甩在身后。仙海少羽自信满满，但明明是认主的关键时刻，他却能够与小鱼儿谈笑风生，足以看出对于他而言确实不难。没过多久，仙海少羽果然也成功了。当那创造楼阁进入7体内会后，同样引起异象，他的修为也得到了提升，从7品半神踏入了8品半神的地步。紧接着，王强也成功了，修为从6品半神踏入了7品半神的地步。至于其他人，创造楼阁依次打造成功，已是开始了认主环节。可最先开始打造创造楼阁的楚风，却依旧在打造之中，并且他越发专注，早已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程度。原本从容的他，随着时间流逝，脸上也露出了些许艰难。楚风，不会有事吧？风铃有些担心，但担心的不只是他，哪怕已经开始认主的仙喵喵，却也时不时的看向楚风，虽然没有说话，可眼中担心之色仍是十分明显。风铃姑娘放心吧，我兄弟应该是挑战更高难度的呢，不然不会如此。王强说道。王强兄，更高难度，你有感受到吗？仙海少羽好奇的问道。没有。王强道。妹子，你呢？仙海少羽又看向小鱼儿，小鱼儿也是摇了摇头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仙海少羽看着楚风，目露好奇，毕竟他现在已算是创造成功，而在他的观察，除了已经成功的他以及王强还有小鱼儿之外，其他人认主皆是不太顺利，搞不好会失败。至于楚风，耗时最久，后面的人已经后来居上开始认主了，可楚风的创造楼阁却还未打造完毕。可仙海少羽却并不担心楚风失败，在他看来，楚风一定会成功，甚至他也与王强一样，觉得楚风成功的时候可能会与他们不一样。但是他实在好奇，为何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？究竟是他们的领悟力不如楚风，还是什么原因？可能是那黑色力量。小鱼儿道。力量？妹子，那力量与你的金色力量不是同一级别吗？仙海少羽问道。同时王强也好奇地看向小鱼儿，其实还是有区别的，虽说对灵魂的攻击程度相同，但对精神的攻击更强。我本来是想与大哥哥一起在那黑色力量之中打造创造阁楼的，但我实在没办法集中精神，很难捕捉到黑色力量，无法打造搭建创造阁楼的材料，所以我才选择了金色血脉。小鱼儿道。原来如此，那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是材料的原因。仙海少羽说道。可忽然楚风的速度开始变快起来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快到仙海少羽他们都感到吃惊。不过眨眼之间，楚风便将那房子打造完成。隆隆隆，这片虚空开始剧烈颤动，就连认真认主创造楼阁之人也被影响，因为这颤动源自于楚风，是楚风的创造楼阁开始变化了。可无论是小鱼儿还是王强，又或者是仙海少羽，先前他们创造楼阁完成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动静。我去！而伴随楚风那创造楼阁完成，王强更是张大了嘴巴。他们的都是楼阁，可楚风的却是一座宏伟的宫殿。这座宫殿通体黑色，看上去并不诡异，反而霸气非凡，尤其是周围缠绕着黑色气焰之中，竟闪耀着9色雷霆。9色雷云的面积更广，如此壮观的9色雷云却只是那座宫殿的陪衬，这给人的感觉，这座宫殿仿佛来自神界，但又像是魔界。总之高高在上，一眼不凡。这不是创造楼阁了吧？这是创造宫殿了吧？王强张着大嘴指着楚风所打造之物叹道。而王强此话刚出，来自这太古创造地深处的那道声音便随之响起，请为创造宫殿命名。我去，还真是创造宫殿，明显高出咱们一个品阶，难怪搞了这么久。我说兄弟，你不够意思啊，你能打造宫殿，怎么不告诉我？你看我盖的阁楼多寒酸。王强对楚风问道。我也不知为何会有这种变化。楚风回道。可爸，你别打扰我大哥哥命名。小鱼儿立刻道。好。王强连连点头，然后又猛然抬头。可爸，你这丫头长得这么乖，但说起话来怎么好像不太中听呢？习惯就好。他只对楚风兄弟温柔。仙海少羽说道。少羽兄，我懂你了，还真是妹大不中留。王强对仙海少羽说道。而楚风看着眼前这座宏伟的黑色宫殿，则是若有所思。他在认真思考为自己这创造宫殿起一个怎样的名字。最终他说出了3个字：修罗殿。话音落下，在那巨大牌匾之上，修罗殿3个大字也是立刻浮现。而对于这个名字，楚风是认真思考过的。他能有今日，离不开9色神雷，离不开诸多贵人，可于他心中最感谢的人，则是一直陪伴着他的蛋蛋。但用蛋蛋命名有些随意，在楚风看来，以蛋蛋出处命名更有意义，并且如今为楚风效力的戒灵也都是来自修罗灵界，况且戒灵师的天赋还是他母亲传承给他的，所以修罗2字无论怎么看，于他而言意义非凡。一个时辰为限，若不能让创造宫殿认主，将创造失败，强行驱逐。那声音落下之后，这方空间再度剧烈摇晃，一股极其可怕的威势浮现。这与小鱼儿、王强、仙海少羽那创造楼阁认主时的场面可全然不同，这简直是要毁天灭地。我靠，不愧是创造宫殿，这认主的难度也太大了，也是一个时辰吗？这也太难了吧？王强有些担心。而只见楚风大袖一挥，那创造宫殿的威势不仅立刻停止，且快速缩小，最终化作珍珠大小，融入了楚风的体内。啥呀？完事了，认主成功了。王强几个箭步来到楚风近前，瞪着眼睛张着大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风。楚风点了点头。靠！王强大为吃惊，不只是他，其他人同样看得目瞪口呆。修为呢？突破到什么境界了？王强又问。修为会突破吗？楚风问。王强直接将自己的修为展现而出。你看我，不仅是我。话到此处，王强特意看向小鱼儿和仙海少羽。大哥哥，我们都突破了。小鱼儿也是说道。
还有这回事？等一下！楚风立刻将意识投射到自己的丹田之内，此刻在自己的丹田之中，不再只有9色神雷、神树种子等物，还出现了一座恢宏无比的宫殿，那正是楚风的创道宫殿。只不过这座创道宫殿在楚风的丹田之内，体积变大了万倍不止，宫殿变大，四周的雷云自然也是变得更为广阔，一眼望去十分壮观，简直就像是一方世界立于丹田之中。楚风现在能与这创道宫殿进行沟通，楚风这一沟通，围绕在创道宫殿的雷云开始变换，化作漫天星辰，凝聚成9道天河。随后创道宫殿一道光柱射出，射向了其中一道天河，而那道天河乃是祖武天河。楚风又认真钻研，但却发现这创道宫殿虽然宏伟霸气，但却似乎并不完整，现在能够给予楚风的只有这个指引。于是楚风赶忙将意识投射回本体。你们的创道宫殿都是什么样的？楚风问。王强手掌摊开，他的创道楼阁直接浮现于掌心之上。兄弟，看清楚了，这里不是每个建筑都叫创道宫殿，我们的叫做创道楼阁。王强说道。与此同时，小鱼儿和仙海少羽也是将他们各自的创道楼阁取了出来。可楚风看了一眼，还是将目光移回到了王强的创道楼阁上面。这个名字有点任性吧？楚风道。别提了，这太古创道地欺负你兄弟我是个结巴。王强立刻咒骂一声。听闻此话，楚风也是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虽说先前搭建自己的创道宫殿太过专注，没有亲眼见到王强经历的一幕，但只是王强这一句话，楚风也能想象得出当时的情况。都怪仙海少羽，要不是他用自己名字命名，我也不会学他。王强将怨气转到了仙海少羽身上。仙海少羽笑着道，这个锅我来背，不过相比于强哥，我觉得强哥这个名字更有个性。妹子你觉得呢？话到此处，他看向小鱼儿。不错呀，不正适合王强吗？小鱼儿调皮的笑道。你这丫头学坏了你。王强怨念更深了。而此时楚风掌心摊开，他的创道宫殿也是浮现于掌心之上。哇，创道宫殿就是不一样。看到楚风掌心的创道宫殿，王强发出感叹。他说的不一样是气场上的不一样，只看外形和气场，楚风这创道宫殿的确比他们的创道楼阁要高出一个品阶。大哥哥，你还是不能提升修为吗？小鱼儿问。不能，所以我想问问，你们的创道楼阁到底给予了你们什么？楚风问道。而后经过询问，楚风才发现他们提升修为是认主之后便立刻提升，至于其他的则是与楚风相差不多。他们的创道楼阁都给予了他们一些指引，但指引并不完善，也需要他们自己思考探索。说的简单一点，无论是楚风的创道宫殿还是小鱼儿3人的创道楼阁，现在应该都还是不完整的，区别就是他们3个的创道楼阁认主的时候让他们提升了修为，而楚风的创道宫殿并没有。别想了兄弟，你的比我们的高级，以后的好处必然比我们多。王强说道。反正也算不虚此行了。楚风笑道。这创道宫殿楚风能感觉到很特别，日后对自己一定会有帮助。随后楚风观察起风铃他们，而他们几人都很吃力，在楚风看来情况不妙。楚风很想帮他们，可在这里只能靠个人，楚风想帮忙也是有心无力。而最终的结果也与楚风预料的差不多，虽然将自己的创道楼阁都打造了出来，可最终风铃、凌霄、界宝宝、仙喵喵以及宇文炎日的创道楼阁都未能认主成功。认主失败，他们的创道楼阁周围的气焰散去，也开始向远处飘去，他们根本无力阻止，只能看着自己亲手打造的创道楼阁离自己而去。所有人的眼中都流露着不舍与不甘，就连原本话多的风铃此刻都沉默了。诸位，修武之路本就艰难，但从来没有人规定修武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时代初期的确有些人成功进入太古创道地，且成功创道，但那些失败之人也并没有落后，甚至有的人反而赶超了创道成功之人。仙海少羽说道。仙海少羽，不用安慰的，我风铃虽然创道失败，但我并不认为我弱于你。风铃对仙海少羽说道，且此时在他的脸上又浮现出那灿烂的笑容，那是开玩笑的语气。不必担心，我们不会被挫折打败，只会变得更强。就连向来沉默寡言的宇文炎日也难得的开口了。不仅是他们，凌霄、界宝宝、仙喵喵的状态也是很快调整。难过是正常的，毕竟到了这一步，失败在这里，谁会甘心呢？但他们能够走到这一步，本身也都异于常人，包括强大的内心，所以他们的确都不会被今日之事所击垮。而就在此时，一股吸力浮现，创造失败之人全部被强行吸入到进入此地大门之中。咱们也该走了。楚风已经观察过了，他们虽说不会被强制驱逐，可在这里却也没有其他收获。于是楚风等人都从太古创道地离开。当他们走出之后，太古创道地的大门立刻关闭，封锁这片空间的力量也随之消失，他们也不再是被隐藏状态，一切都已恢复正常。诸位，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楚风问。而宇文炎日带着神体天符2位天才走到楚风近前，同时施以一礼。楚风，此行机遇实属难得，虽未能把握，但却也多亏你，他有了挑战太古创道地的机会。多谢。宇文炎日道。提谢，便客气了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不过是打算回去了吗？楚风问。宇文炎日点头。见状，楚风捏动法诀，直接解除了宇文炎日以及另外2位身上的隔绝阵法。而宇文炎日则是看向王强。我也与你们一同回去。王强说道。旋即走到楚风身旁，拍了拍楚风肩膀。兄弟，虽说你现在是身陷险境，但我相信这难不倒你，但倘若你真的需要帮助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兄弟就算脱离神体圣府，也定然会来帮你。王强当众说出此话，以示表达出了对楚风绝对的支持，并且楚风知道王强说的绝对不是空话，而是他真的能做到。很快，一道暗中传音也映入楚风耳帘，还是王强，
只不过这道暗中传音是通过楚风的阵法传递，极其隐秘，是血魔尊，你不必担心，我自能应对。而且隐隐感觉到创造楼阁也许能够帮我。王强道。听到这里，楚风也拍了拍王强肩膀，兄弟保重，保重。旋即，王强便与宇文炎日等人离开。楚风，我们也要回七界圣府了，不然不好交代。凌霄与借宝宝走上前来，旋即与众人告别后，也是直接离开。当然，告别前，楚风也解除了他们身上的隔绝阵法。楚风，我也该离开了，咱们就有缘再见吧，诸位。风铃甜甜的声音响起，但离开的时候却是极其潇洒，可以说是没有一丝留恋。楚风兄弟，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，这段经历于我秦玄而言也是极其珍贵，不仅让我见识到人外有人，也让我明白人还是要自己接触才能真正了解。传闻不可信之。秦玄对楚风说道，他自然是在夸赞楚风的人品。你也回去吗？楚风问。他们说的对，再不回去不好交代。秦玄道。程宇兄弟，木西姑娘，鱼儿姑娘，喵喵姑娘，少宇兄弟，告辞了。秦玄又对龙成宇等人施以一礼。秦兄，倘若回去确认了苍穹仙宗对我屠腾龙族所作所为，你当如何？龙成宇问。倘若是真，是我苍穹仙宗不对，但我秦玄生是苍穹仙宗人，此事苍穹仙宗鬼，我秦玄并不能以世俗对错来评判宗门之事。秦玄道。那看来你我之间必有一战了。龙成宇道。成宇兄，若真有那一日，我希望你对我不要客气。秦玄道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，家族恩怨大于个人交情。龙成宇道。我也一样，再会。秦玄御空而起，瞬息之间便消失在了天际之上。楚风，你有何打算？龙成宇问。我想回祖武天河一趟。楚风说道。楚风得到了看似最强的创造宫殿，可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。现在创造宫殿唯一的指引就是祖武天河的方向，而楚风又迫切的想提升修为，自然要回祖武天河一趟。那我们便不与你同行了，你处理完事情可以来找我们。龙成宇道。急着回去？楚风问。说实话，受刺激了，我必须努力修炼，找出自己的不足。龙成宇道。也好。楚风点头。楚风，你多加小心。龙木西道。我不会有事，不必担心。楚风道。旋即，龙成宇和龙木西也离开了，此地便只剩下了楚风、小鱼儿、仙海少羽以及仙喵喵。楚风，急着回祖武天河吗？仙海少羽问。倒是不急，少羽兄有事。楚风问。楚风兄弟，可听闻过武者商会？仙海少羽问。听闻过。楚风道。武者商会将在仙海天河举办一场拍卖会，拍卖会上有一件物品我很感兴趣，算一算时间，我们现在过去倒是来得及，所以我想请楚风兄弟帮我去看一看。仙海少羽说道。而仙海少羽此话一出，小鱼儿顿时双眼放光，用那渴望的眼神看着楚风。他很希望楚风答应，因为他知道若是楚风拒绝，他就要和楚风分开了。我倒是不急着回去，那我们就同行吧。楚风道。其实楚风挺着急回去的，但是兄弟有事相求，楚风自然不会推辞。好耶，和大哥哥一起回去就不会那么无聊了。小鱼儿道。什么意思啊？和我在一起无聊是吧？仙海少羽道。不只是无聊，是无聊透顶。小鱼儿道。而楚风则是看向仙喵喵。喵喵，同行吗？楚风是打算和仙喵喵一起回东域的，而仙海天河距离图腾天河本来就近，所以楚风想着和仙喵喵同行。武者商会我有所耳闻，他们的拍卖会应该很多好东西。说实话，真的很想和你们一起去，不过身不由己，我要回去了。仙喵喵道。喵喵，你自己回去吗？还是有人接你？楚风问。他其实有些放心不下，尽管和那些天才相处的不错，可人心隔肚皮，每个人到底。楚风很担心，仙喵喵拥有魂之物焰的事被传出去，那可是不弱于脉之本源的力量，若真传出去，仙喵喵将非常危险。不用担心，我师尊已经来接我了。仙喵喵道。那便好。楚风安心了，他知道仙喵喵的师尊是宋长生，不仅与自己的师尊是好友，也是一位深不可测的存在。楚风，抱一下。仙喵喵忽然张开双臂，虽然是面带笑意，但眼中却尽是不舍。喵喵，保重。楚风上前抱了一下仙喵喵，喵喵可是在下界便陪楚风出生入死的好友，说到不赦，楚风也同样不赦。我会努力修炼，下一次一定换我来保护你。仙喵喵此话说完，便看向小鱼儿。鱼儿妹妹再会，喵喵姐姐再会。旋即，仙喵喵御空而起，小鱼儿也是乖巧的挥手告别。可当仙喵喵消失后，小鱼儿则是看向楚风，眨动着好奇的大眼睛。大哥哥，喵喵姐姐喜欢你吧？可还不待楚风回答，仙海少羽便抢着说道。怎么吃醋了？才不会吃醋，我也很喜欢喵喵姐姐。小鱼儿道。别装了，仙海鱼儿，难道你只喜欢喵喵姐姐，不喜欢我的楚风兄弟吗？仙海少羽问。哥，你在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窝。小鱼儿嘟着小嘴，举起了小拳头。好，当你否认喜欢楚风兄弟了，既然如此，楚风兄弟是我的了。仙海少羽一把抱住了楚风，脑袋还故意在楚风怀里蹭了蹭。见状，小鱼儿立刻出手，想把仙海少羽从楚风怀里拉走。混蛋，你给我离大哥哥远一点啊！可仙海少羽却仍死死抱住楚风。我的妹妹，反正你都不喜欢楚风兄弟，就把他让给我吧。可恶，你给我去死吧！打闹间，楚风三人也是渐行渐远，而仙喵喵实际并未走眼，他站在不远处的虚空之上，在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位身背斧头、打扮宛如柴妇的男子，正是他的师尊宋长生。楚风在仙喵喵他们身上所布的隔绝阵法是假的，所以宋长生能够感受到仙喵喵所在的位置，而仙喵喵也用特殊手段联系到了宋长生，所以宋长生早就跟过来了。他们刚刚说
太古创道地。宋长生问。纵使是宋长生本领滔天，可当太古创道地将楚风等人封锁起来之后，他也看不到楚风等人的情况，也不知道太古创道的开启了。而仙喵喵也是将具体情况告知了宋长生。喵喵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神，只有修为更强的修武者。太古创道地在神秘莫测，也是修武者创造的，他有他的考验方式。你未能在太古创道地内创造成功，只是不符合他的要求，并不代表你差。宋长生说道。师尊，不用担心我并不会受到影响。这次回去，我一定要与魂之物焰彻底融合，我要变得更强。仙喵喵说道。说着没影响，还是被影响了吧？宋长生道。回去修炼不是宋长生要求的，而是仙喵喵主动提出的。宋长生知道仙喵喵对楚风感情深，所以若是仙喵喵愿意，这一次他本是想让仙喵喵多和楚风逛逛的，而刚刚是仙喵喵主动传音于他，说要回去修炼的。宋长生觉得肯定还是仙喵喵被楚风他们的差距所影响到了，所以才会激发更加刻苦修炼的决心。是有影响，不过是好的影响。我真的不想在下一次面对危险时继续站在楚风身后了。仙喵喵道。也好，那便回去吧。接下来的浩瀚修武界可能不太平，安心修炼确实是最佳选择。宋长生道。师尊，此话何意？仙喵喵问道。他也知道他师尊本事大，他师尊此话必然另有隐情，他师尊应该是知道了些什么。远古家族可不止皇府天族，他们已经逐渐摆脱束缚，脱离地底深处，离开各个遗迹，将真正的与我们共存。宋长生道。皇府天族的人对我们很有敌意，其他远古天族也是如此吗？远古家族会与我们开战吗？仙喵喵问道。有这个可能，不过抛开远古那些存在，这种不确定因素不谈，当代武者也很不安分。浩瀚修武界注定要迎来前所未有的格局变化，不过和你都没关系，和楚风倒是有些关系。宋长生道。楚风是七界圣府吗？仙喵喵问。不只是他，但他的性子你了解，就算他能安然，可朋友有事，他会坐视不管吗？宋长生问。难道是仙海鱼族要出事了？仙喵喵问。现在对你说了也没用，你还是努力修炼吧，我是不会帮助楚风的，你若想帮，只能靠你自己帮，但现在的你确实帮不到他。宋长生道。仙喵喵点了点头。封神竹简。此刻楚风与仙海少羽他们正在前往武者商会拍卖会所在的位置，而楚风也是刚刚得知仙海少羽此行的目标是封神竹简。对，就是封神竹简的残片。看楚风兄弟的表情，是知道封神竹简的了。仙海少羽说道。不仅听闻过，我还有呢。楚风说道。你有封神竹简？仙海少羽目露惊讶。楚风点了点头。难怪你的悟性这么好。仙海少羽叹道。对此，楚风露出不可置否的笑容。封神竹简的确增强了自己的悟性，虽说自己天赋不差，但要说能有如今的悟性，封神竹简也是功不可没的。大哥哥，我也有。小鱼儿灿烂的笑道。对此，楚风倒是并不意外，小鱼儿和仙海少羽这样的身份，拥有封神竹简其实也正常。于是楚风看向仙海少羽，少羽兄也有吧？可仙海少羽却立刻捂住心脏，露出一个痛苦的表情。啊，扎我心了。小鱼儿笑得更加灿烂。大哥哥，他没有，就是因为没有，才对封神竹简有执念，连一个残片都要去看看真假。少羽兄竟然没有？楚风意外。没有才正常啊，毕竟总共才10片。仙海少羽一脸无奈。10片？楚风更加意外。楚风之前可是听金鹤真仙说过关于这封神竹简的来历。远古初期有一片奇特的竹林，它没有依托在任何一个世界，就那样独立的屹立于浩瀚天外之中。最重要的是，那片竹林之中竟然记载着修武的奥义。后来有一对天赋异禀的兄弟一同寻到了那片竹林，那对兄弟本就是一方强者，在竹林内更是如鱼得水。在寻得那片竹林后，修为更是突飞猛进，短时间内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可他们兄弟2人各怀鬼胎，为夺最强之名，后来反目成仇，大打出手。但那一战非常的惨烈，不仅将那片竹林摧毁，2人更是两败俱伤，性命难保。在生死关头，两兄弟终于醒悟，可是他们却已经难以存活下去。最终，兄弟2人在那片残破的竹林碎片之中，寻得一些尚且能用的竹片，制作成了竹简，将他们2人毕生所学融入了那竹简之中。那竹简由367片组成，是那对兄弟留给后人的财富。可是，在2人将竹简制成，即将死去之时，却又不知是何原因，那竹简被打散了。从此，那竹简散落在整个浩瀚天外各处。据说每片竹简都蕴含着非同一般的力量。传闻，只要得到完整的竹简，便可以获得世间最强的力量，成为整个修武界的王者，成为主宰世间的神。因此，这竹简被誉为封神竹简。所以，封神竹简不是367片。楚风问。楚风兄弟，你听闻是那对兄弟的传闻对吧？仙海少羽问。楚风点了点头。关于封神竹简的传闻很多，你所听到的的确是较为流传的一个版本，但其实所有版本都是假的。封神竹简没人知道它从何而来，不过最可靠的说法是封神竹简只有10片，且的确蕴藏着不凡的力量。仙海少羽道。这样吗？难怪我隐隐间感觉，我只能从封神竹简领悟到的只有2/10的内容。楚风叹道。2/10。听闻此话，小鱼儿和仙海少羽看楚风的眼神都变了。大哥哥，你有几片封神竹简？小鱼儿问。2片。楚风道。哇！小鱼儿惊讶的小嘴微微张开，美眸更是闪烁兴奋之色。2片？楚风兄弟，你居然得到了2片？是你父亲给你的吗？仙海少羽问道。不是，都是我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的。楚风道。机缘巧合？在哪里？是哪座遗迹？仙海少羽又问。不同地方，但都是在祖武天河。楚风并未隐瞒。我去，
仙海少羽表情十分惊讶，十分震惊。谁说祖武天河早就落寞的？封神竹简这等宝物，竟然只有2片，这还是被楚风兄弟所得到的，也许其他人也有呢。仙海少羽感叹连连。小鱼儿，你的这片封神竹简从何而的？楚风好奇地问道。本来觉得小鱼儿有封神竹简很正常，毕竟仙海鱼族如此的庞然大物，可是现在来看，封神竹简竟如此稀少且珍贵，那么小鱼儿这封神竹简的来历也必然大有来头了。我这片是父亲花高价买回来的，到我父亲手中已经是经过多方转手了。不过我父亲有打听过，最初的卖家是一只猫。小鱼儿道。猫？是不是一只猥琐的老猫？楚风问。想当初那老猫从楚风手里抢走了封神竹简，绑走了雪姬，后面楚风找到了老猫，但老猫说封神竹简被他卖了。现在来看，那狡猾的老猫倒是没有说谎。对，就是一只猫。我父亲还派人找到过那只猫，问他从何发现的封神竹简，那只猫说他在一座遗迹中捡的。小鱼儿道。屁的捡的，他是抢的。楚风道。大哥哥，你认识他？小鱼儿问。随后楚风将他与老猫的故事告诉了仙海少羽和小鱼儿。可恶的猫妖，竟然是抢了大哥哥的封神竹简来卖，若让我带到他，我一定扒光他的毛。得知经过，小鱼儿十分恼怒，可仙海少羽却是表情复杂。等等，这么说来，我妹子这片封神竹简实际上也是出自祖武天河。楚风点了点头。我的天，该不会其实所有封神竹简其实都在祖武天河吧？仙海少羽叹道。而小鱼儿则是有些惭愧。大哥哥，封神竹简取不出来，我暂时没办法还给你。他是觉得这封神竹简本该是楚风的，可现在却被他所用，他心有惭愧。说什么呢，傻丫头，那封神竹简本来就都是无主之物，能拿到是一方面，能使用也是本事。其实说起来，你所得到的是那一片的话，我还挺高兴的，毕竟我也算是出了一份力。楚风笑着摸了摸小鱼儿的脑袋。听楚风这样说，小鱼儿脸上再度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他倒也没太纠结这件事，毕竟就算他有心还，可取不出来也是事实。对了，少羽兄，封神竹简残片又是什么意思？是封神竹简破碎了，还是说无法确认是否为真正的封神竹简？楚风问。无法确认是否为真正的封神竹简，就连7届圣府也无法确定。说白了，这个东西全靠运气。其实至今为止，只有一个残片被确认过是真正的封神竹简，其他的都是假的。可哪怕如此，封神竹简残片只要拍卖，便都会以极高的价格售出，各方势力都会前来抢夺。没办啊，封神竹简太珍贵，哪怕大概率是假的，大家也要试一试。依我看，7届圣府也会派人来抢拍，所以楚风兄弟，咱们进去还是伪装一下。我也不进我仙海鱼族的贵宾厅，咱们随便找个厅。不过你放心，在我仙海鱼族的领地，绝对能够护你安然。仙海少羽说道。楚风也明白仙海少羽的意思，在仙海鱼族的领地，他们肯定会护着楚风，但也不能光明正大的宣布仙海鱼族站在了楚风这一边，毕竟这种事情他也不能决定，不然7届圣府若要追究，仙海鱼族恐怕也会有些头疼，所以还是要低调一点，不能节外生枝。经过一番赶路，楚风3人来到了武者商会位于仙海天河的拍卖场。那是一个恢宏的城池，城池内有着多个拍卖场，分别拍卖不同级别的东西，并且这种低级别的拍卖会早已经开始了。不过真正压轴的拍卖会于楚风3人到达之日开始。楚风3人为了不节外生枝，都穿着酒店大师赠予的斗篷。这个拍卖会场与其他会场不同，没有大厅，只有多个贵宾厅，并且需要交付极高的担保费用才能进去。简单的说，要看你有没有实力，没有实力连进入这个拍卖场的资格都没有。仙海鱼族是有着专属贵宾厅的，只要拿着仙海鱼族的令牌便能直接进去，但楚风3人并没有暴露身份，所以打算申请一个普通贵宾厅。 PS 非常抱歉，今日15章挑战失败，蜜蜂只写出了5章。说来倒霉，蜜蜂这几天感冒，一直高烧不退，状态很差，没攒出存稿。我没想着放弃，还幻想今天一口气写15章，但现在我已头昏眼花，实在坚持不住，不得不面对现实。不过这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不能成为我失败的借口。这样吧，兄弟们，今天这5章算是补偿大家的，那15章依然作数，只不过要延迟一下时间，再给蜜蜂10天时间吧。下个月10号之前，蜜蜂一定完成单日15章的爆发。真的抱歉，非常非常抱歉，真的不想让你们失望的。最近3个月，蜜蜂的改变，相信大家看得到，但这一次确实是我没有做到，希望下一次不会再让你们失望了。糟了，可来到拍卖会场门前，仙海少羽却忽然发出感叹：少羽兄，怎么了？楚风问。楚风兄弟，你身上有没有可以拿出来抵押又不暴露身份的宝物？是这样的，咱们不是要去普通贵宾厅吗？进入普通贵宾厅也是需要进行抵押，换取武者商会的商会元宝，但我身上的宝物大多都有仙海鱼族的标识，黄府天族那些人的东西也不方便拿出来。仙海少羽道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楚风说话间直接拿出一块令牌，这块令牌乃是之前楚风参加武者商会拍卖会，马强主事赠予楚风的贵宾令牌。凭借这块令牌，无需抵押或兑换，可以无上限的参与竞拍，享有先拍后换的权益，并且这块贵宾令牌是所有武者商会通用的。嚯，楚风兄弟，不愧是你！看到这块令牌，仙海少羽眼前一亮，也松了一口气。他自然也有这种令牌，但是他的令牌是仙海鱼族专用，虽然更具身份象征，可实际上还真没有楚风这个实用。因为楚风这块令牌就算不露脸，同样也可以用，可他的令牌却必须表明仙海鱼族的身份。有这块令牌，就不用申请抵押了，直接进去吧。仙海少羽直接带着楚风与小鱼儿向前走去。而此刻，拍卖会场门前站着10几个人，他们的身上都穿着戒灵长袍，那戒灵长袍跟麻布一般，
看起来有些粗糙，戒灵长袍结界纹路没有显现，也看不穿他们修为。而当仙海少羽三人超过他们走向前方之际，这群人中立马传来一声呵斥：“回去排队！”那是一个老者的呵斥，这声呵斥极为有力，虽没有蕴藏威压，但却也暗藏一定威慑力的。这位老者至少是真神强者或真龙界灵师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仙海少羽倒也没生气，而是拉着楚风准备往回走去排队。平日里都是直接进去，没有排队的习惯，忘记了，倒是我的错。仙海少羽笑眯眯地对楚风与小鱼儿传音。听闻仙海少羽的态度，楚风对仙海少羽有些刮目相看。仙海少羽是谁啊？仙海鱼族族长的儿子。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仙海鱼族的领地。换做其他势力的天才，胆敢有人这样在自己面前这么凶，自然不会忍。但仙海少羽没有任何不悦，他也觉得是自己的错，所以哪怕对方态度有些凶狠，却也没有追究，反而选择退让。这种价值观的人本就少有，出现在仙海少羽这种实力与身份共存的人身上，就更是罕见了。请等一下！可就在此时，那守在拍卖会场门口的长老，则是跑到了楚风三人面前，他的态度极其热情，而目光一直盯着楚风手中的贵宾令牌。为何如此热情？自然是因为这令牌。很快，这位长老确定了楚风这块令牌的真实性，于是抬头看向楚风，欢迎三位贵宾到来。三位贵宾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吗？长老问。楚风点了点头。三位贵宾这边请。那长老说话间，便将楚风三人向拍卖会场内引去。你瞎吗？看不到我们在这呢吗？凭什么让他们先进去？此刻，那群界灵师之中，又有一名更加愤怒的声音响彻。那是一个青年的声音。抱歉，这位贵客，这三位贵宾有我武者商会的贵宾令牌，享有优先服务。那长老面带笑意，只是礼节上的客气。此话说完，便继续为楚风三人引路。至于楚风三人，自然没有继续排队，而是跟着长老走了进去。虽说正常排队是规矩，可若有优先权，那也是规矩的一部分，享用这优先权也无可厚非。其实他们若是有礼貌，好好说话，楚风不介意等一会，但他们态度太凶了。楚风见过的人很多，从他们的态度中判断出这伙人也不是什么好人，自然也就没有再继续排队的理由。然在楚风三人经过之时，在群界灵师中的青年却又嘀咕了一句：什么狗屁武者商会，胆如此轻视我们，回头就叫我父亲将他们灭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武者商会长老淡淡一笑，并没有当回事。很显然，平日里说这种话的人也不少，长老早就见怪不怪了。很快，这位长老便将楚风三人带到了一座贵宾厅之中。贵宾厅很大，说是贵宾厅，倒不如说是应有尽有的一座宫殿，不仅摆满了各种点心水果，还有多位靓丽的侍女。让他们都出去吧。楚风说道。好。长老挥了挥手，众位靓丽的侍女便懂事的走了出去。三位贵宾，稍等片刻，拍卖会马上就会开始了，我会安排人在门外等候，有什么事随时吩咐。话罢，长老便识趣的离开了。可以啊，楚风兄弟，武者商会也有熟人啊，这个贵宾厅算得上是仅次于我仙海鱼族的专属贵宾厅了。给我看看你的贵宾令牌是不是很特殊啊？不然怎么会安排这么豪华的贵宾厅？仙海少羽将楚风手中的贵宾令牌拿了过去。巧合吧，当初给我令牌的前辈应该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，这个令牌应该也是他权力的极限了。楚风说道。我眼拙，看不出其中奥秘，但以我的经验，这块令牌绝对不普通。若是普通的贵宾令牌，不至于让着长老这么客气。楚风兄弟可方便说一下，给你这块令牌的人叫什么？仙海少羽问。马强。马主事。楚风道。马强。仙海少羽开始搜索自己脑海中关于武者商会大人物的记忆，但的确没有搜索到马强这个名字。此时，小鱼儿拿了2个红苹果，递给了楚风一个。大哥哥吃。楚风接过后，他则是甜甜一笑，旋即把自己手中那颗苹果狠狠地咬了一小口。我的呢？仙海少羽问。自己不会拿啊？小鱼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根本没打算给他哥拿。臭妹妹。仙海少羽也不介意，探手一抓，一个橘子便隔空飞来，落入手中，旋即也是坐在椅子上。在他们的面前，有着一面透明的结界墙壁，能够看到辽阔的拍卖台。少羽兄，刚刚那伙人是什么势力的？楚风问道。没见过，应该不是我仙海天河的，可能是外来的。仙海少羽道。他们戒灵长袍不简单，不像是小门小派。楚风道。哦，很厉害吗？仙海少羽问。是精心打造的宝物，代价不菲。楚风道。哦。听过楚风的话后，仙海少羽也是若有所思，莫非又是远古势力？小鱼儿也有些好奇了。起初他们兄妹都没将那些人放在眼里，但听楚风这样一说，他们也意识到这些人的来路可能并不简单。毕竟楚风的观察力，他们是清楚的。关于现存的远古势力，你们清楚吗？楚风问。因为远古势力大多隐藏在地底深处或一些特殊遗迹之内，所以我们对远古势力的了解也是有限。若不是此次去9天之巅，我都没听过。还有一个远古天赋，姓氏为黄甫，但从黄甫天族那几个同辈的表现来看，黄甫天族的实力应该并不简单。而我最担心的是，在远古势力之中，有比黄甫天族更强的，以他们表现出的对我们当代武者的敌意，若真的更多的远古势力都能摆脱束缚，可能浩瀚修武界的格局真的要发生改变了。仙海少羽道。此刻，小鱼儿也沉默了。楚风还是第一次看到小鱼儿的脸上流露出如此凝重之色，终究是仙海鱼族族人，他应该也是担心仙海鱼族的安危，毕竟是一方天河霸主。若真的远古势力想要对当代武者势力出手，各方天河霸主多半也会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。管他呢，兵来将挡水，来土掩。仙海少羽也看出了小鱼儿的担心，于是笑眯眯的道。妹子不用担心，有哥和你大哥哥护着你呢。听他这样一说，小鱼儿的脸上也是露出笑容。别吹了哥，指不定谁保护谁呢。不过大哥哥嘛，肯定比你靠谱，以后的事不好说哦。话到此处，仙海少羽还看向楚风。楚风兄弟，你可不要懈怠，
不然可随时会被我超过去。听闻此话，楚风只是笑笑，没有回答。而很快，这场拍卖会便开始了。这场拍卖会果然高端，第一件商品就是一件远古之物，价值连城，而后面一件比一件珍贵，价格也都更高，引起了各方人马的争抢，可谓热闹非凡。只不过，并没有能够让楚风三人感兴趣的宝物。到了后面，居然连神兵都有。只不过这件神兵不知道何缘故，竟然破损了一部分。虽说会有一些影响，但依旧可算神兵之列，所以最终还是以1000万定商会元宝成交。要知道，一件普通尊兵只能兑换一定商会元宝，所以这件破损神兵的价值相当于1000万把尊兵，这便是神兵的价值。哥，正常的神兵值多少钱？小鱼儿问。起码也要4000万商会元宝，若是品质好一点的，可以达到5000万商会元宝。听到这里，楚风想起之前楚风想拿神兵兑换商会元宝，那马强主是给自己出的价格就是5000万商会元宝。从此可以看出，千海少羽可没乱说，他是真的懂行的。原来我们的神兵这么值钱呢？小鱼儿道。虽说他对武者商会不是特别了解，也没有兑换过商会元宝，但是通过先前拍卖出去的一些物品，他也大概知晓了商会元宝的购买力。唉，我的妹子，咱们的神兵可没有那么便宜，认主之时会浮现真字的神兵，这种堪称无价。仙海少羽道。无价？是真的无价，还是说价格太贵？小鱼儿问。价格太贵，起码也要比寻常神兵贵个几十倍。仙海少羽道。几十倍？这么多？小鱼儿也感叹。这么多，可以这么说，有价无市，有钱都买不到。所以现在知道咱们的神兵多值钱了吗？其实不止神兵，你身上的宝贝值钱的多着呢。所以你以后不要再排斥父亲派人保护你。别看你人瘦，但你可是一座移动的金库，若没人保护，那还要的。仙海少羽说道。知道了，但我就是不喜欢被人保护，我喜欢自由自在。小鱼儿道。而就在此时，又有一个物品被推上了拍卖台。看到那件物品，楚风顿时眼前一亮，那是一颗西瓜大小的透明球体。此物气息极其古老，且能够看到里面蕴藏的空间大，简直宛如一方小型世界了。最重要的是，里面强大的阵法在淬炼一物。那件物品本体很小，就像是一颗豆子那么大，但它却光芒闪烁。虽然其本体很小，可它释放的光芒宛如一轮明日，在那浩瀚的阵法世界内也是异常夺目。大哥哥，那是什么？小鱼儿问道。应该是对界灵师有帮助的宝物吧？楚风道。你喜欢，我送给你。小鱼儿之所以问，是因为他注意到楚风目光的变化，察觉到楚风对此物感兴趣。不用，若有兴趣，我自己买便是。楚风道。不要自己买，我送你。小鱼儿道。而就在此时，那负责拍卖的美女长老并没有急着拍卖，而是站在此物旁边，目光扫向各个贵宾厅。今日来到的都是各方势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诸位大人自然见多识广，但关于此物，可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？美女长老笑眯眯地问道。别卖关子，直接说是何物。一道老者的声音响起，但也表达道出了他对此物的兴趣。但在他之后，也有一些人给予回答，但却都是错误的。显然，今日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此物叫何名字，居然没人知道此物叫什么，难怪会在那神兵后面拍卖。看来对此物感兴趣的人不在少数啊。小鱼儿道。只要7届胜府的人别感兴趣就行。仙海少羽道。为何啊？小鱼儿问。他们财大气粗，这种拍卖会上的宝物，他们往往很少参与竞拍，但只要他们参与，就会势在必得。可以说，那件封神竹简残片，我最忌惮的就是7届胜府的人。仙海少羽道。哥，你就那么确定他们会来？小鱼儿问。一定会来。封神竹简的残片，他们一般不会放过。仙海少羽道。而此时，其他贵宾厅内之人都给出了一些猜测，但对于那些胡乱的猜测，美女长老却是连连摇头后，才说道：既然诸位大人并不了解此物，那我换一个问题，诸位大人可知，为何无论是当代还是远古，甚至太古，许多遗迹或宝物会对小辈以外的人设下限制？